欢迎你收听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呢，咱们要钻研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干的事儿——思维。思维。对，但我们可能很少停下来真正琢磨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借助一位非常有名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的经典著作《我们如何思维》这本书。杜威这本书非常经典。是的。同时呢，我们手头还有几篇相关的解读文章，也挺有意思的。他们分别从叫心智考古和思维教育革命这两个角度，给了我们一些不太一样的看问题的视角，提供了补充和深化，对吧？没错。而且说到杜威这个人，你可能知道，他可不光是写书的。对，他是个实践派。是啊，他是那个从做学习和教育及生活理念的大力倡导者。很有名。而且他还亲手创办了芝加哥大学的那个实验学校。对，所以他的理论都是跟实践紧密结合的。就是说，他不只是纸上谈兵。绝对不是。那么，咱们这次探讨的目标呢，就是想和你一起好好挖掘一下杜威关于思维，特别是他称为反思性思维的那些核心想法。反思性思维，这个是重点。对，这不光是了解一个100多年前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看看它对我们今天怎么能更有效的思考有没有什么启发。是的，现实意义也很重要。不管是在学习上、工作上，还是说面对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吧？确实，现在信息太多了，怎么有效思考太关键了。好，那准备好了吗？咱们现在就来一起解剖一下杜威的这个思维工具箱，看看里面有啥宝贝。好，开始吧。行，那我们先说出思维这个词本身。杜威他提醒我们呢，这个词其实有好几种不同的意思。不是单一的。对，比如说我们平时脑子里随便闪过一个念头，像中午吃点啥呢？这个算思维吧？算，但这是比较初级的一种。然后呢，还有想象，就是编个故事啊，做个白日梦什么的。对，纯粹的想象活动。还有一种，就是别人说啥就信啥，不太动脑子，人云亦云那种。不加批判的接受信念。对，但这几种都不是杜威在这本书里最关注的，他真正下功夫讨论的是第四种。没错，就是第四种，他称之为反思性思维 （reflective thinking）， 这个是他整个理论的核心。反思性思维听起来就有点不一样。是的，杜威给他的定义是，我试着准确复述一下啊。对任何一个信念或者说是假设性的知识吧，我们要根据它所依赖的基础，以及它能进一步引出什么样的结论，来进行一种主动的、持续的，而且是认真的考察。主动、持续、认真，这三个词儿很重要啊，特别重要。你看，这跟前面那三种就有本质区别了。它不是那种念头自己冒出来，不是纯粹的想象，更不是不动脑子就接受。杜威管后面这种叫先入之见。先入之见就是小当然了。对，反思性思维是需要我们付出努力的，要主动去拷问自己的想法。听起来是挺费劲的。有没有例子能具体说明一下？有啊，书里就举了哥伦布的例子。你想想，在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都相信世界是平的。对，这是当时的普遍看法。这就是一种流行的信念，或者说先入之见。但哥伦布他没有停在这里，他主动去怀疑这个说法。他觉得不对劲儿。对，他去找各种各样的证据，比如船只远去时锚杆最后消失，月食时地球投下的影子是圆的等等。他研究这些和他听到的世界是平的这个说法矛盾的事实。他在找反例。不仅如此，他还去推演，如果地球是圆的，那会怎么样？是不是可以一直往西航行，回到东方？他把这个假设可能带来的结果和已知的地理知识、航海经验进行比较和推理。他是在脑子里先走了一遍。正是，这个整个过程，主动怀疑流行的看法，积极的去寻找证据，审视这些证据和信念之间的关系，进行推理和验证。这就是反思性思维的体现。它不是简单接受，而是要验证。明白了。那书里还有一个例子，好像是说走在街上感觉天凉了，那个怎么体现反思性思维呢？那个例子也特别好，更贴近我们日常生活。对，你想象一下，一个人走在街上，好好的，突然感觉有点凉。嗯，这时候他可能就抬头看看天，
发现天上有乌云，看到了现象。然后呢，他就根据这两个现象，天凉了和看到乌云，做出一个推断，可能要下雨了。这是一个判断。对，而且这个判断可能还会引导他的行动，比如他可能会加快脚步回家，或者找个地方避雨。这里的关键在于什么呢？在于他把观察到的天凉和乌云看作是另一个还没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下雨的标志或者证据。把它们联系起来了。对，他思考的是这几个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可能性，这和他抬头看云，突然觉得，这朵云彩好像一张人脸呢，是完全不同的。有什么不同呢？感觉都是看到了云，然后有了想法。不同之处在于后者，云像人脸，这只是一种比较随意的联想，他通常不会去认真考察，这到底是不是一张脸，有什么证据？不会去较真儿。对，他也不会因为这个想法就去采取什么行动，对吧？他不涉及对一个信念，比如天要下雨了的认真考察和验证，而前者可能要下雨，是基于观察到的现象、证据做出的一个关于现实可能性的判断，并且可能指导行动。我明白了。所以反思性思维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能意识到一个事物可能预示着或者证明着另一个事物，并且还要去考察这种联系到底可不可靠。说的特别到位，就是这样。这个过程通常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哪两个？第一个是你首先得遇到一种困惑、犹豫或者怀疑的状态，就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对，就像天气突然变凉，它打破了你之前可能觉得今天天气不错的预期，让你产生一种不确定感。怎么回事？是不是要变天了吗？会下雨吗？这种不确定性，这种困惑，是思维启动的那个扳机。没有困惑就没动力去想。对头。然后呢，第二个要素就是进行探究或者考察的活动。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去获取更多的信息，来证实或者是否否定你最初的那个想法或感觉。怎么探究呢？就像刚才那个例子，为了解决天凉是怎么回事，这个困惑，他不是干站着，他抬头看云了。这就是一种探究活动，他在收集更多的事实。通过观察来找线索。是的，书里面还有一个比喻特别形象，就是岔路口的比喻。这个我记得。你走到了一个陌生地方的岔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这时候你就犹豫了，对吧？这是第一步，困惑。那接下来怎么办？你可以随便蒙一条路走，碰运气。但如果你要进行反思性思维呢？就不能瞎走了。对，你就得停下来开始探究。比如你可能会爬到旁边的小土坡上，或者爬到树上看看远处哪条路好像通向村庄，登高望远找线索。或者你可能会努力回忆来之前看的地图上有没有什么标记，比如哪条路旁边应该有条小河。回忆也是一种探究。这些都是在寻找证据，来帮助你判断哪条路更可能是通往你目的的正确道路。所以你看，从困惑开始，到探究证据，再到做出判断，这个过程感觉特别像侦探破案。有点那个意思。先得发现疑点，就是那个困惑。然后呢，就得去找各种线索证据，就是那个探究，最后根据线索来推理，看看哪个假设最说得通。沈觉得然好。所以杜威说，问题是思维的引擎，没有问题，没有那个最初的困惑或疑难，我们的思维就很容易飘忽不定，漫无目的。抓不住重点。是的。一个被清晰地界定出来的问题，才能为我们整个思考的过程设定方向和目标。好，我大概明白这个反思性思维是怎么回事了，听起来确实很有价值。而且像刚才那些例子，感觉我们平时生活中也确实会用到这种能力。对，它不是什么非常神秘的东西。那问题就来了，既然我们好像天生就会，或者说日常也会用到，那为什么杜威还要那么强调需要进行训练呢？难道我们还需要专门去学怎么思考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也是很多人可能会有的疑问。杜威他也承认，我们天生就具备思维的潜能。比如呢？比如说好奇心，小孩子天生就对世界充满好奇，老是问为什么。还有联想能力，看到一个东西会想到另一个东西，这些都是思维的天然基础。这些我们都有。但是杜威认为光有这些潜能还不够，
这些潜能需要被引导、塑造和训练，才能变成真正有效的思维习惯。就是说潜力需要打磨。对，训练的必要性，首先就在于反思性思维本身能带来的巨大价值。你想想，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什么？是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一个方面，更根本的说，它使我们能够预见未来，并根据这种预见来行动。预见未来这么厉害？你想，一个没有反思性思维能力的动物，可能要等到瓢泼大雨真的淋到头上了，才凭本能去找地方躲。被动反应。但人呢？人看到乌云密布，听到远处雷声，这些都是标志或证据，就能预见到可能会下大雨。于是，他可以提前准备雨伞或者改变行程。这就是基于标志来预测未来的能力。我明白了。像那个农夫耕种。没错，农夫春天播种，并不是因为当下就能看到粮食，而是基于过去的经验和对未来的预期。他预期到了秋天会有收成，所以他根据这个对未来的预见来规划和指导他当下的行动。耕地、播种、施肥，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让我们摆脱了仅仅对眼前刺激做出反应的局限。这确实是人类一个很大的优势。我们不只是被动地对环境做出反应，而是可以主动地规划和行动。不仅仅是利用自然的标志，通过思维，我们还能更进一步去创造人为的标记，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示和应对未来。人为的标记，比如什么？比如，原始人可能只是凭经验知道某段河流有暗礁很危险，但是文明发展之后呢，我们会在那里设立航标灯，设置预警的浮标。这些是人造的信号。对，再比如，我们建立气象站，收集各种数据，然后发布天气预报，这些都是人类思维的产物，是对自然现象进行系统观察、分析和预测的结果。它们都是更可靠、更系统化的标志，帮助我们更有意识的、更有效地利用信息来指导行动。这可以说是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体现。确实，思维让世界变得更有序、更可预测了。还有一个价值就是思维赋予了事物更深的意义。意义？怎么说？比如一把椅子，对于一只小狗来说，椅子可能只是一个可以爬上去的东西，或者是一个挡路的障碍物。但对人来说呢，椅子不仅仅是一块木头或金属，它承载着很多意义。它是用来休息的工具，是社交场合，比如开会、聚餐的组成部分，甚至在某些文化里还可能带有权威或者礼仪的象征。这些丰富的意义都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而是通过我们的思考、联想以及在社会文化中的使用而赋予的。是我们的思维让它变得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对象了。正是如此。所以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尔也说过，杜威在这里引用了他，推理和诊断是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无论你是农民、医生、商人还是工程师，你都需要根据你观察到的标志和证据来做出判断和决定。这种能力太重要了。听起来价值确实巨大，但这好像只说明了反思性思维的好处，还没解释为什么一定要训练它呢？好东西不一定都需要训练吧？这就涉及到训练的第二个也是非常关键的必要性了，那就是我们的思维过程天然的非常容易错误。容易错误？对，我们以为自己在理性思考，但实际上可能充满了偏见，受到了误导，或者干脆就是逻辑混乱。有很多很多的因素会干扰我们形成正确的信念。比如说呢？哪些因素会干扰我们？其实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早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比如比杜威早好几个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贝根，他就提出了著名的4种假象说。假象 （idols） 这个词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像是思维里的幻象。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容易导致我们错误认识的思维陷阱。贝根总结了4种。哪4种？快说说。第一种叫部族假象 （idols of the tribe）。这个部族指的是整个人类，就是说，有些错误天象是源于我们作为人类共有的本性或者认知局限。人类的通病。对。
比如我们天然的倾向于关注那些支持我们现有看法的证据，而忽略或者轻视那些反对的证据，这叫确认偏误。还有，我们容易把自己的感觉和想法投射到外部世界，觉得世界就是我们感知到的那个样子。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人性弱点。这个好像确实有，我们都喜欢听自己想听的。第二种叫市场假象 ，idols of the marketplace。这个市场指的是人们进行语言交流、交往的地方。这种假象就是来自于语言本身带来的误导。语言怎么会误导呢？因为词语的含义可能很模糊，或者有歧义，或者被滥用。大家用同一个词，可能心里想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长时间下来，语言上的混乱就会导致思想上的混乱。比如说，一些抽象名词，像运气、财富，如果对它们的定义不清楚，就很容易在讨论时产生误解和错误的推理。就是说话说不清楚，或者概念本身就不清楚，导致思维混乱。对，第三种是洞穴假象 ，idols of the cave。这个比喻来自柏拉图，意思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背景、教育经历、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等。这些东西就像一个洞穴，塑造了我们看世界的独特视角，同时也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滤镜。非常形象。我们容易用自己熟悉的方式去理解一切，固守自己的偏见，看不到洞穴外的更广阔的世界。这就是个人特性造成的认知偏差。这个也很有道理。最后一种叫剧场假象 ，idols of the theater。这个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容易盲目地相信各种流行的理论体系、哲学流派或者权威学说，就像在剧场里看戏一样，被动地接受舞台上呈现的一切，不去批判性地审视它背后的假设和逻辑。就是迷信权威或者流行观念。对，这些理论体系可能看起来很完整、很漂亮，但它们可能只是人为构建出来的，并不一定符合现实。哇，培根这4种奖项，感觉把我们思维可能掉进去的坑都指出来了。不足的人性通病，市场的语言误导，洞穴的个人局限，剧场的盲从体系。是的，他观察得非常深刻，而且不光是培根，后来像约翰·洛克，另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也描述过好几类常见的错误思维者。洛克是怎么说的？洛克观察到，有那么一类人，他们几乎从来不自己进行推理判断，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模仿。模仿？对，看周围的人怎么想怎么做，他们就跟着。父母怎么说，邻居怎么看，社会上流行什么，他们就全盘接受，从来不去想为什么。随大流。还有一类人呢，他们做判断的依据不是事实和逻辑，而是个人的喜好、情绪或者利益。感情用事。可以这么说，哪个说法让他们听着舒服，哪个结论对他们有利，他们就倾向于相信哪个。对于不合心意的证据或论证，就听不进去，甚至会排斥。这也很常见啊。第三类人呢，他们倒不是完全不讲道理，也愿意思考，但是他们的视野太狭隘了。这么说，就是他们接触的信息非常有限，只跟自己小圈子里的人交流，只看符合自己观点的书或信息，就像井底之蛙一样，虽然也在观察和思考，但因为看到的世界太小，得出的结论自然就可能有偏差。信息茧房。对，有点这个意思。最后一类，洛克指出的是盲从权威的人，他们放弃了自己的独立判断能力，把思考的责任交给了别人。无论是某个名人、某个专家、某本书，或者某个传统观念，只要被认为是权威，他们就无条件的相信，不再去质疑。这些描述听起来，怎么说呢？确实挺扎心的，感觉身边或者自己身上或多或少都有影子。对，所以你看，无论是杯根的假象，还是洛克的错误思维者类型，都在说明我们天然的思维能力是多么不可靠，多么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走向错误。明白了。再加上社会环境里本身就存在的各种迷信，像什么算命啊、看手相啊、星座运势啊这些。
是的，这些现象也印证了未经训练的不假反思的思维是多么容易相信那些没有根据的东西。所以，科学思维能够发展起来，并且逐渐取代了迷信的思维方式。杜威认为，关键原因并不在于我们现代人的大脑天生就比古人更聪明，或者感官更敏锐，或者联想能力更强。对，杜威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不是因为我们硬件升级了，那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科学思维是一种有意识的、系统的调控我们观察和推理的条件的方法论。调控条件什么意思？比如，古人看到彗星出现，可能会联想到战争或者灾难，这是一种联想。现代天文学家也观察彗星，但他会用望远镜精确记录它的轨道、亮度、光谱等数据，然后用万有引力定律等物理规律去计算和预测它的行为。后者有方法、有工具、有理论依据。对，你看，从表面上看呢，可能都是在观察天象，并试图建立某种联系。但科学方法的关键在于，它不是随意的观察和联想，而是有控制的观察，比如借助仪器排除干扰、系统的记录、精确的测量，以及基于逻辑和数学的演进推理，并且强调可重复的验证。是这些方法的运用，使得科学认识比迷信猜测要可靠得多。明白了，是方法的胜利，而不是天赋的胜利。可以这么说。因此，教育的责任就显得无比重大了。教育在杜威看来，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任务是要把孩子们天生的那种好奇心、爱提问、爱联想的这些思维原材料，通过训练，把它们转化成有纪律、有方法的探究习惯，从乱想变成会想。对，而且教育还要帮助学习者认识到我们刚才讨论的那些思维陷阱，比如贝根的假象、洛克的错误类型，帮助他们学会识别和抵制社会环境中的那些不良思维影响，比如盲从、偏见、轻信谣言等等。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是的，要培养他们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能够区分什么是经过审慎考察和验证的信念，什么又仅仅是道听途说的主张，没有根据的猜想或者个人的偏好。要让他们掌握进行探究和推理的基本方法。这要求很高啊。的确，这也就是为什么杜威那么严厉地批判当时美国普遍存在的那种死记硬背、被动接受知识的教育模式。他觉得那种教育培养不出会思考的人。完全正确。他大声疾呼要进行一场思维教育革命。他认为，教育的真正核心目标就应该是系统地、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这种反思性思维，这种主动探究、审慎判断、基于证据进行思考的习惯和能力。明白了。所以，训练思维既是为了充分发挥他能够预见未来、创造意义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是为了克服他天生容易出错、容易被误导的缺陷。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凸显了思维训练的极端重要性。对，你说的非常好，潜力巨大，但又充满陷阱，所以必须加以训练和引导。好，那我们现在对什么是反思性思维，以及为什么需要训练它，有了比较深的理解了。接下来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这个反思性思维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它有没有一个过程或者步骤？杜威好像提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5步法，据说还挺实用的。是的，这个5步法可以说是我们如何思维这本书里具操作性的一个核心框架了。是操作指南。可以这么说，但也要注意啊，它不是一个让你一步一步严格遵守的僵化公式。更准确地说，它是对一个完整的反思性思维活动通常会包含的几个关键环节或者阶段的描述和总结。是描述过程，不是规定过程。对，理解这个5步法最好的方式，就是结合书里面的几个分析的特别详细、特别生动的案例，就是前面稍微提到的那几个，赶着去赴约的，渡船上看旗杆的，还有洗杯子发现奇怪气泡的。没错，就是这3个。杜威用这3个案例，把5步法拆解得非常清楚。好，那我们来一步一步看。第一步是什么？第一步，感受到困难 ，felt difficulty， 这是起点。思维的启动总是在于你遇到了某种困惑、障碍、不确定性，或者说是一个让你觉得这有点不对劲儿的状况。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引擎启动的时刻。对，你看第一个案例，那个要去赴约的人，他的困难是什么？是他突然意识到，如果按照原计划走，时间可能来不及了。
他感到了时间和预定任务之间的冲突，产生了一种焦虑感。时间不够了，这是个问题。再看第二个案例，那个在渡船上的人，他的困难来自于他看到船上那个横着的杆子，这个杆子的特征，它是横着的，上面没挂旗子，跟他头脑里关于旗杆的一般认知，旗杆是竖着的，通常挂旗子，产生了矛盾。这种不一致让他觉得奇怪，这是个什么东西？观察到的现象和已有的认知对不上。第三个案例，洗杯子那个，困难来自于观察到的反常现象，一些气泡好像是从杯子外面冒出来，然后钻到杯子里的冷水里。这跟他平时知道的物理常识，比如热空气应该是往上跑的，似乎不符。这种反常现象激发了他的好奇和疑问，这气泡是怎么回事儿？所以第一步的关键就是要先有一个事儿，得先感觉到一个疙瘩，思维才会被真正激活，对吧？不能是风平浪静，一切如常。说的特别好，必须得先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一个断代了你顺畅思路或者习惯性行为的困难。没有这个，思维可能就是漫无目的的漂流。好，感受到了困难，接下来呢？第二步，定位并界定困难 （location and definition）。有了那个模糊的困难感之后，下一步就是要把它弄清楚，把它从一种模糊的不安或者好奇，转化成一个相对清晰明确的问题。就是把感觉不对劲变成到底哪里不对劲。对，你看，在赴约那个案例里，模糊的焦虑感被界定为具体的问题。在目前剩下的时间和我的位置条件下，我应该选择哪一种交通方式？是坐地面电车，还是地铁，还是高架铁路，还是打车，才能保证在9点钟准时到达第16街？问题很具体了，有目标，准时到达，有约束条件，时间和地点，有需要选择的方案。对，在那个旗杆案例里，最初的这是什么奇怪东西的困惑，被界定为这个横着的顶部有块小板的杆子，它到底是什么？它的确切用途是什么？问题从模糊的好奇变成了对物体身份和功能的探寻。在气泡那个案例里，最初的气泡好奇怪的感觉，被界定为控精确的问题。这些气泡反常地从外部进入冷水中，其产生和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可以用什么物理原理来解释这种现象？问题的焦点从奇怪转向了解释原因。是的，有时候，特别是问题比较简单直接的时候，这第二步界定问题和第一步感受困难几乎是同时完成的，感觉不到明显的区分。可能一下子就意识到问题是啥了。对。但是如果面对的是比较复杂、比较模糊的情况，那么清晰的界定问题本身，可能就需要我们进行一番观察、分析和思考。而且有时候问题的定义，在后面思考的过程中，可能还需要根据新的发现进行调整和修正 （refine）。是个动态的过程，先把模糊的麻烦变成一个可以着手处理的具体问题。没错，问题界定清楚了，目标就明确了，然后就进入第3步。提出可能的解释或者假设 ，suggestion of possible solution hypothesis。开始想办法了。对，一旦问题明确了，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地开始搜索，从我们过去的知识、经验、记忆库里，通过联想来提出各种可能的解释或者解决。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头脑风暴，有点像，但更强调是基于已有知识的联想。你看，那个赶时间赴约的人，他的大脑里就冒出好几个选项：坐电车、坐地铁、坐高架铁路，或者干脆打个车。这些都是他基于对城市交通系统的了解而联想到的可能性。都是他知道的交通方式。那个观察旗杆的人呢？他看到那个奇怪的杆子，就联想到了好几种可能性。他会不会就是个旗杆，只是没挂旗子？会不会只是个装饰品？是不是无线电的天线？或者它会不会是某种用于导航或者显示船型方向的装置？后来他称之为航向杆。根据杆子的特征联想相关的东西。还有那个看到奇怪气泡的人，他观察到气泡和冷热有关，用热水洗杯子倒入冷水，就联想到了物理学里关于空气热胀冷缩的原理。他提出的初步假设就是，这个现象是不是跟空气受热膨胀或者遇冷收缩有关？从现象联系到可能的原理。所以你看，在这一步，
联想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桥梁角色。它把我们观察到的事实已知和我们试图寻找的解释或者解决未知连接了起来。好的思维需要有丰富的联想能力，能从问题出发，想到各种相关的可能性。得脑子活络，能想到各种点子。对，但是光有点子还不够，接下来就是非常关键的第4步，对各种假设进行推理。Development by reasoning。推理就是在脑子里琢磨这些点子。没错，这一步的核心工作就是在头脑中对上一步提出的每一个可能的假设进行逻辑上的推演，看看如果这个假设是真的，那么它会引出什么样的后果、推论或者预期。相当于在心里做如果那么的推演，非常准确，就是这个意思。比如那个赴约的人，他就在心里盘算，如果我坐地面电车，那么可能会遇到堵车，时间就没保证了。如果我坐地铁，那么我得先走到地铁站，这附近有地铁站吗？我熟不熟？找路会不会花掉更多时间？如果我坐高架铁路，它会不会比地铁慢？路线对不对？在评估每个方案的利弊和可行性。对，再看那个旗杆的例子，观察者也在推理，如果那个横杆仅仅是个装饰品，那么为什么几乎每条同类型的渡船上都有一个差不多的呢？这不太像纯粹的装饰。如果它是无线电天线，那么按理说安在更高的地方信号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安在驾驶室下面？用常识和逻辑去判断假设合理不合理。对，还有气泡那个例子，研究者开始推理，如果气泡是因为空气受热膨胀，那么是杯子里面原有的热空气膨胀了，还是外面进去的冷空气遇热膨胀了？如果是外面进去的冷空气膨胀，那冷空气是怎么进去的？是不是因为杯子里的水变冷收缩，产生了负压，把外面的空气吸进了？哇，这个推理就更细致了，涉及到具体的物理过程。是的，在这一步，我们需要运用各种逻辑思维工具，比如归纳，从一些具体观察中总结出一般规律或模式，和演绎，从已知的一般原理出发，推导出在特定情况下应该出现的结果。杜威特别强调，这一步追求的是思维的条理性、连贯性和系统性，要把各种想法之间的逻辑关系梳理清楚。感觉这一步是把想法从点子变成有条理的论证。说得好，是在对想法进行加工处理，看看哪个想法在逻辑上更站得住脚，更能解释现象，或者更能解决问题。好，经过了大脑里的推理和筛选，那最后一步呢？最后一步也是让思考真正落地的关键一步，第5步，通过进一步的观察和实验来验证假设 ，Further 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 testing。要动手或者动眼去验证了。对，思维不能只停留在脑子里空想，最终必须要回到现实中，通过新的观察或者实际行动、实验来检验，看看我们经过推理筛选出来的那个或几个最有希望的假设到底对不对？怎么验证呢？还用那几个例子说说。好，那个赶时间赴约的人，他可能推理觉得坐地铁最快，那怎么验证呢？他可能需要掏出手机查一下地图，看看最近的地铁站在哪儿，要走多久能到，或者他回忆一下那个地铁线路是不是京城晚点。他甚至可能走到街角，看看能不能马上打到车，比较一下哪个更快。这些都是通过获取新的信息或者进行尝试性的行动，来验证哪个方案确实最优。用现实信息来做最终决策。那个观察旗杆的人呢，他通过推理觉得那个杆子最可能是航向杆，用来帮助舵手判断船的航向。那怎么验证这个假设呢？他就开始进行更仔细、更有目的性的观察。他观察什么了？他观察到这个杆子的位置正好在驾驶室的前下方，方便舵手观看。他还观察到它的形状，根部比较低，顶端比较高，并且有个小小的横板，
这确实很适合用来跟远处的某个目标对齐来判断方向。它还可能观察别的渡船，发现确实都有类似的装置。这些观察到的具体特征都非常符合航向感这个假设的逻辑推论，于是这个假设就得到了证实。通过更细致的观察，找到了支持假设的证据。对，最后看那个气泡的例子，这个验证过程就更像我们理解的科学实验了。他怎么做实验呢？研究者不是假设气泡跟冷空气有关吗？他就设计了对比实验。他试着轻轻地晃动装了冷水的杯子，让外面的冷空气更容易进入，然后观察是不是这样更容易产生气泡。结果发现确实是。改变条件看结果。他还做了反向的验证，如果假设是杯子里的热水冷却收缩导致空气被吸入，那么如果加速冷却过程，现象会不会更明显？于是他可能用一块冰块贴在杯子外面，加速杯壁的冷却。结果观察到，气泡确实更快、更多的从杯子内部靠近杯壁的地方冒出来，因为里面的水和空气在快速冷缩。哇，这个设计就很巧妙了。通过这些有控制的观察和实验，它最终就验证了关于冷水导致杯内空气和水体收缩，产生负压，吸入外部空气，外部空气进入后受杯底残余热量影响而膨胀形成气泡，这一系列比较复杂的假设。所以这第5步就是用事实说话，对之前的想法做最终的检验。正是如此，杜威特别强调，思考必须从具体的困境和观察出发，中间经过抽象的联想和推理，但最终必须落回到具体的观察或实验中去检验，形成一个从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的完整闭环。而且这个过程可能不是一次就完成的，可能验证失败了，还要回到前面几步去调整假设或者重新界定问题。完全正确，它往往是一个动态的、循环的，甚至是来回往复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死板的、线性的一步接一步的程序。可能在验证中发现了新的问题，又会启动新一轮的思考。明白了，这5个步骤：感受困境、界定问题、提出假设、推理演绎、观察验证，确实把一个比较完整的、严谨的思考过程给描绘出来了，感觉非常有启发性。是的，它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那么，理解了这样一个反思性思维的过程之后，杜威自然就会想，怎么才能把这种宝贵的思维能力更好地应用到他最关心也投入了毕生精力的教育领域中去呢？没错，这是他写这本书的一个核心目的。他认为，既然反思性思维如此重要，又是可以通过训练来提高的，那么学校教育的核心任务就不应该是简单的往学生脑袋里塞满各种知识结论，那应该是什么？而应该是系统的训练他们的思维能力本身，要把学校从一个主要是存储和传递知识的博物馆或者仓库，转变成一个能够锻炼和发展学生思维能力的思维的健身房或者工坊。思维健身房，这个比喻好，那具体怎么做呢？他提出了哪些教学上的建议？他提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教学原则，目标就是促进学生反思性思维的发展。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关键的几点。首先，也是最基础的一点，就是要保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好奇心，为什么这个最基础？因为好奇心是思维的燃料，是一切探究的起点。还记得思维的第一步是感受困境吗？好奇心就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困境、发现问题的那个源头。如果一个孩子对什么都不好奇，那他就很难主动去思考。没有好奇就没动力。对，所以杜威说，教学不应该一上来就直接给出标准答案，那样会瞬间扼杀孩子的好奇心。好的教师应该像一个魔术师，要善于在学生已经熟悉的事物中制造出一些陌生感，设计一些能让他们感到困惑、惊讶或者产生疑问的情境和问题，要巧妙地利用孩子们天生的那种探索欲，把他们引向思考。就是要让学生自己产生那个为什么会这样的念头。正是。其次呢，要让学生有机会经历完整的联想和推理过程。完整的什么意思？
杜威特别反对那种课堂上老师一提问，学生就抢着回答，追求快速正确答案的快问快答式的教学。这种不是很常见吗？显得课堂很活跃。看起来活跃，但杜威认为这种方式顶多训练了学生敏捷的联想能力，快速从问题联想到答案，但却往往打断了更深入、更审慎的思考和逻辑推演。学生可能只是记住了答案，但并没有真正理解为什么是这个答案，也没有机会去考虑其他的可能性，或者对不同想法进行比较和评估。就是思考的太浅了。对，所以他主张应该鼓励学生面对一个问题时，能够提出多种不同的假设或看法，并且要给他们时间和空间，引导他们对这些不同的想法进行充分的思考、讨论，甚至是辩论，要去推敲每个想法背后的理由和可能的结果。鼓励深度思考，而不是抢答。是的，同时在学习概念和原理的时候，也不应该是让学生死记硬背定义和公式，而应该是在解决各种各样具体问题的情境中，让学生通过自己的归纳，比如观察很多例子，自己总结出规律，和演绎，比如把学到的规则应用到新的不同的情况中去，活动来逐步的主动的构建起对概念和原理的深刻理解。这就像你前面说的，不能只给鱼吃，要教他们怎么织网和钓鱼，要掌握方法，而不是光记结果。说得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第三点是必须强调验证和行动，就是第5步的那个验证。对，思维不能只停留在口头讨论或者纸上推演，它必须最终通过观察和行动来检验其有效性，与现实世界发生连接。这就是杜威著名的做中学 （Learning by Doing） 里面的核心所在。做中学，学校里的各种活动，无论是科学课上的实验，还是手工课上的制作，或者社会课的项目研究，甚至是体育活动和艺术创作，都应该尽可能的设计成能让学生应用他们想法、检验他们假设，并根据结果修正他们认识的机会。要让学习过程更像成年人在真实世界里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让学习和实践结合起来。对，第4点，这个稍微有点抽象，但很重要，就是要区分心理与逻辑，但又要将它们连接起来。心理和逻辑怎么理解？杜威批评当时有些教育者存在一种倾向，就是试图把成年人世界里那种高度形式化、抽象化的逻辑体系，比如严格的定义、分类法、三段论推理规则等，直接灌输给年龄还很小的孩子。直接教逻辑学规则。对，杜威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它脱离了儿童自身的心理发展规律和特点。儿童的思维方式天然的是更具体的、更形象的、更受兴趣和活动驱动的。你硬塞给他们一套成人逻辑，他们很难真正理解和内化。那应该怎么办？杜威主张，逻辑思维能力不应该是外加的，而应该是从儿童自发的以心理活动为基础的那些行为中，比如他们的好奇、他们的探索、他们的动手尝试，甚至是他们的犯错误，自然的生长出来的。从实践中长出来。对，教育的作用是提供适宜的环境和引导，帮助儿童在这些活动中逐渐意识到思考的方法，学会组织经验，使他们的思维逐渐变得更有条理、更严谨、更有效。所以，训练的目标不是要让学生学会机械地复合某种外在的逻辑模式，而是要培养他们内在的灵活有效的智力力量，也就是真正的思维的自由。是从内而外的发展，而不是从外到内的灌输。正是。当然，杜威也提醒，在强调从活动中学习的同时，也要警惕教学中可能出现的另外一些误区。比如过于强调某些具体技能的反复训练，可能会导致学生的思维变得机械化、僵化，缺乏灵活性和创造性；或者教学只注重让学生积累大量的信息和事实，但却忽视了培养他们运用这些信息进行判断、解决问题的智慧。知识多不等于会思考。要平衡知识、技能和智慧。对。最后一点也是贯穿始终的，就是教师的角色非常关键。老师该怎么做？教师自身的思维态度、思维习惯会对学生产生极其重要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老师自己就不爱思考或者思维僵化，就很难培养出会思考的学生。言传身教。教师需要特别警惕，
不要用个人的喜好或者权威来压制学生的独立思考，不要让学生觉得学习的目标就是为了说出老师想听的答案或者获得老师的表扬。那老师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老师更应该像一个引导者、促进者和资源提供者，他的任务是创设富有挑战性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的思考，引导学生把注意力聚焦在问题本身，以及如何寻找和评估证据上，帮助学生梳理思路，但不是代替他们思考。最终的目标是帮助学生建立起独立判断的能力和自信。这对老师的要求真的很高啊！不仅要有知识，更要有教育智慧和思维的素养。的确如此。所以你看，把这些原则综合起来，杜威理想中的课堂就真的不像一个安静的被动听讲的地方了，更像一个充满活力和探索的实验室、工作坊或者项目组。学生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围绕着一些真实的、有意义的、让他们感到好奇的问题，一起动手动脑，经历一个从困惑到探究，到尝试解决，再到反思验证的完整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仅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思考。而培养这种会思考的人，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最终目标是培养出能够独立思考、理性判断，并且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和社会事务的公民。杜威深信，这对于支撑一个健康有活力的民主社会是至关重要的基础。从个人能力上升到了社会责任的高度。即使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他这套关于思维和教育的理念，感觉依然非常有力量，甚至可以说是切中时弊。是的，很多思想是超越时代的。好了，我们今天用了不少时间，一起非常深入地探讨了鸠罕·朵威在《我们如何思维》这本书里关于反思性思维的诸多洞见。收获很大。我觉得如果说要带走一个最核心的 takeaway， 那可能就是真正有价值的思考，也就是杜威说的反思性思维，它不是一个被动的随意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的持续的，并且是认真的去考察我们所持有的信念，看它到底有没有根据，能推导出什么结论的严谨过程。对，主动性、持续性、严肃性。它通常始于我们遇到的一些困惑或者问题，然后需要我们去提出可能的解释或假设，接着在头脑里进行逻辑推理和验证，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要通过进一步的观察或者行动来检验我们的想法，形成一个闭环。对，这不仅关系到我们学习和工作的效率，更深层次地关系到我们如何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更理性、更明智的生活。而杜威那个非常实用的5步法，感受困难、界定问题、提出假设、推理验证，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棒的框架，或者说指南。一个思维的脚手架。对，脚手架这个词儿很好，它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探究的过程组织得更有条理、更有效率。但也要记住，就像我们前面强调的，它不是一个让你死板遵守的公式，而是一个灵活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的，帮助我们进行反思性思考的工具。它是一个不断循环、螺旋上升的过程。明白了。那么在这次深入探讨的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我们继续思考的方向。请说。杜威的这套关于反思性思维的模型，你看，他非常强调理性、逻辑、证据，以及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这种有点像科学方法的路径，对吧？是的，科学方法的色彩很浓。这无疑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对于我们认识世界、解决很多实际问题都至关重要。但是这里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这样一种模型，它是否捕捉到了我们人类思维的全部样貌呢？你的意思是，可能还有其他重要的思维形式？对，比如说那些在艺术创作中或者科学发现中有时会发生的那种突如其来的灵感、顿悟或者直觉，他们似乎很难完全用一步步的逻辑推理和验证来解释。那些啊哈时刻。是的。再比如，在人际交往中，我们对他人的情绪、意图或者关系的那种细腻的、难以言传的情感洞察力，这种能力似乎也和纯粹的逻辑分析不太一样。
共情能力或者说情商的一部分。那么我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也需要稍微警惕一点，避免把杜威所倡导的这种以科学方法为蓝本的反思性思维，当作是衡量所有心智活动的唯一标准或者最高标准呢？杜威的这个框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或者说是否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这些同样非常重要，但可能更偏向于诗性、直觉性或者情感性的思维方式呢？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确实值得深思。如何在理性探究和直觉、情感之间找到平衡和整合，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是啊，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简单的答案，就留给你，也留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在未来的生活和学习中继续去探索和思考吧。好，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希望今天我们一起对如何思维的这次深入探讨，能给你带来一些启发和收获。我们下次再会。再会。